好，重点来了哦。问一下，那我们刚刚路过，又看这里拜神农大帝，它是属于民间信还是属于道教？哦，问得非常好，我把这个慢慢讲完。好，来，问得非常好，来，太好了，来，问得很好，问得很好，有准备，好，有准备，居然有小礼物。好，我先把这个讲完啊，所以一般来讲，阳庙的话，到晚上的8点9点就会关。啊，你如果说什么那边有在什么签大家乐、签6合彩什么，晚上会夜间办事的那个就是阴庙。你把它想成阳庙，它就是在上天的公务人员，因为现在下班，他也要下班了，哦，他也有公休的，是吧？他一大早就开门了，然后就大家来这边跟他祈求嘛、拜拜嘛，哦，然后等到晚上他也要下班了，要休息了，哦，啊，反而是这个时候就换阴庙了，有没有？哦，像那个什么18王宫啊，哦，那财神爷庙，没有，红土地是土地公，哦，它是土地公哦，哦，那土地公它有很多神格，土地公它是所谓的在地管区嘛，所以代表什么？那边的土地好不好，有什么闲杂人等，什么事情他都知道，所以土地公不能有2个人在拜，一个是什么建商，这块地好不好，会不会发，哦，谁在管？在讲水晶酒，我讲一个什么福安宫有没有？挖下去有没有金，谁在管？对，所以你们去。金瓜19份，你们会看到，哎，怎么这边有个土地公庙，这边有土地公庙，这边有土地公，这边有土地公，都就是因为那本来那就是他的权责执掌。好 ，OK， 好，那学长，你刚刚问的是这个神农大帝，其实他就是神农氏，好，那也是今天的庙的主神。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以前谈上过台湾的时候，刚来这一边，哦，有3种神哈，本来就是它的顺序的啊。第一个妈祖，为什么要拜妈祖？安全最重要嘛，对不对？能不能来不知道嘛，先来再说嘛，所以先拜妈祖。妈祖拜完之后已经安全落地了，接下来拜什么？水土不服，对不对？常生病。好，保生相公哎，保生大帝，对，保生大帝没有错。发糖果，哎，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哦，这一包很大包哈，哎，我没多少包哎，保生大帝，因为你来的时候水土不服嘛，来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做事情，还没有什么就先病倒了，啊，是不是要想办法让他病好起来？好，就保生大帝。好，你已经安全来了，然后身体也好了，现在开始干嘛？耕种嘛，就是拜神农氏。好，所以这3个顺序其实是这样啦。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老师在讲的话，我一直在点头，我就很怕你翻他的桌子。没有，真的他讲的是对的哈。那个我是点头如捣蒜。好，因为像我们妈祖啦，好，保生大帝啦，好，包括先社公啦，哈，它就是民间信仰。它不是宗教。好，那来谁再送一个礼物？宗教跟民间信仰差在哪里？有主神跟有没有经典？非常好哈，不是主神啊。厉害哦！有没有经典？哎，他喜欢吓我你也有。不是啦。好，我看你上课都在玩。有没有圣经？没有啦，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个教主，不是主神，教主。哦，那个基督教拜谁？100年来还拜谁？对，教主，好，教主啊，他有没有教典？圣经，对，旧约跟新约嘛，旧约是谁在拜的？哎，不是，犹太人，哎，对，就是摩西达10诫，那个10诫其实就是最早的法典，它锁在约柜里面，好，所以那他们就固定都有一个教主，就是你千古留下来就一定就是拜我就对了，好，那一定有个教典。佛教基本上是不烧香、不烧冥纸的，基本上是不要，但是它会让你去买莲花、买灯，好像拿一个香哦，有这样飘，好像我讲话透过那个烟上去传达天听，有没有？然后觉得这样才有点那种感觉。中国人总认为说我烧的东西呢，幻化成灰上去，就是好像去敬天呐，我要让那鬼神会拿得到。我觉得还不错，是说台湾针对所谓的1级古迹，就是国定古迹或市定古迹的庙，它就有很多的规范。比如说，它未来在它的庙里面要改建、要翻建，它就严格的限制。你如果破坏掉以前的那些遗构或怎么样，你以后就被降级，你就不能当做那个古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不错。台北啦，大家都很幸运哦。台北有3个地方真的很强调大家去看。第一个当然就是龙山寺哦，第2个就是保安宫。好，那如果要学的啦，很多的一个雕工建筑哈，我觉得先社宫最容易，它没有像在保安宫或像那个人多，你知道，如果去那边我实在讲不下去，因为都是人啊。
先社宫270年。哦，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它从清朝乾隆，它就已经建庙。好，那最早建庙的地方不是在这里，是在前面的那个金陵女中那边。那金陵女中那里有一点靠近大汉溪啊，所以那边常常会有水灾。建在那边，那也常常受了水灾之苦。但是你说要建一个庙，哪那么容易？所以好不容易存了50年，道光年间，就是1805年，从那边就迁庙迁到这里来。那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就盖庙，但是最早盖的时候也没那么大，因为没那么多钱。最早是盖里面的那一个所谓的正殿，只盖那个而已。那到了日本大正，大正14年的时候，在这边就开始把它建起来。后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所谓的三官大帝，后面是3层楼。但是最主要的古迹呢是在前面的正殿跟山川殿。再来前面就是加盖了这个庙城。庙城是半圆形的，所以呢后面有靠，然后前面是庙城有罩，然后呢左护龙跟右护龙有抱，就是后有靠，前有罩，左右抱，这就变成一个风水宝地，就这样出来了，这是这一个建筑格局。那他拜了神农大帝呢，为什么他会叫先社？来，翔哥有做功课给你们看哈。为什么有做先社？因为古时候的皇帝。古时候的皇帝他们会拜跟耕作有关系的神，总共有8种。先社就是炎帝排在第一个，所以叫先社。这样，你看他拜了很多东西哈，还包括什么拜老虎啦。有一个有表镯，有表镯什么意思？有表镯就是田野乡间的一个小亭子。那为什么要盖那个小亭子？因为以前炎帝的时候，然后有派那个官人在那边看有没有人认真工作，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所以也希望那一个亭子不要倒，不要被风吹掉不见，因为不见之后就没人在那边顾了，所以也要顾它能够好好的。所以其实以前先人在拜，跟农事有关系的就是这8种神。然后呢，第一个先社为主，所以会叫做先社宫。所以这个由来是这样子。讲到这个庙的话，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一般我们来总不是说进去拜一拜总要了解一下这庙有格局的基本上庙的格局有2个，第一个就是看那个庙檐。以前古时候周朝礼记的规定记载，你什么样的位阶、什么样的官、什么样的权势，你的家里面的屋顶要盖什么样子，不是随便乱盖的。当然台湾到后来已经有一点脱离现在的正轨，其实原因无他了。我们台湾曾经日本统治，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日本统治的时候，台湾人认为说反正我们割让给日本的，野心皇帝也管不到。所以各位你会看到很多庙都大正年间就翻修了庙，都变得都很大间这样。那歇山顶的好处是，它在这一边旁边它有凿花，所以会开那个窗户。开窗户就是让它空气去流通，让那个湿气不要闷在里面。所以到后来在台湾闽南地区的歇山顶会比较多。但是针对以前的礼记所讲的，真正最高等级的就是五殿顶，而且是重檐五殿这样子。那这边也有讲，一般的什么极品官才能用什么屋顶啦，最后面平民才能用什么屋顶。那这个其实各位可以在 Google 里面可以查得到。我希望你们外岛要把它留下来。可以说我们看这个东西就说，它的规格在哪里？什么叫重檐？屋顶有2檐，叠在一起，然后旁边有3墙。这是它的格局。来，各位来算一下，正面帮我数一下，总共几只柱子？2柱之间算1个间嘛，对不对？那12根柱子，然后几间？对，11开间就是最大的格局，懂我意思吗？11开间最大的格局，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这样盖。然后那个间呢是2柱1间嘛，所以呢，你左边右边，你就最左边最右边撑柱子中间1间嘛，那你的柱子是成双成对的，对不对？那2柱就是一个单数的1间，那所以你的开间要么就11开间，要么就是9开间，要么就7开间，要么就是5开间，以此类推这样去。对，不是取阳，所以因为柱子本来就是2只，你没有拉那个1只的啦所以就是它是成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家最熟的。保安宫对不对？来，那保安宫来，你们来看一下，然后保安宫怎么算？它几开间？来看一下保安宫。
间啊，开间，开间，这边也要算吗？我写的都算了你写的算啊？那就7开间哦。 ，11开间的，开间啊？有没有？我画那个虚线是不是柱子？对，柱子之间算一间嘛？这个屋檐的也算一间啊。哎，你看一下，只要是柱子的就是算。对对对，我待会会带你们怎么看。好所以呢，这个是11开间。好，那你们讲啊，为什么他又不是皇帝？对啊，他又不是皇帝。如果是这样找要9族了啦。有2个说法了哈。第一个是因为他是大正年间改建，大正年间谁当家？日本人当家。另外第二个，全台湾呢有3种庙，它比较敢去翻修的时候弄11开间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保生大帝，因为保生大帝以前他是被皇帝封他为帝，所以他是我已经有帝的神格，我的庙理当可以盖这样。再来就是什么妈祖，因为妈祖很多的皇帝册他为天妃嘛，或到天后，所以他也可以盖11开间。啊，再来就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龙山寺也可以盖11开间。你们如果这样会算的话，你们下次去龙山寺去算，你们一定会算出来，真的是12只柱子11开间。为什么观世音？为什么？观世音为什么？观世音为什么？人家观世音是佛教，不是道教。那为什么观世音可以？对，师父了。听说是妈祖年轻的时候双修，修道跟修佛啊。后来妈祖已经升格了，观世音其实就是佛教，就利用这个机会说啊，我就升格了，我就升格了这样。那另外第二个，有些庙它要盖得那么大，但是你的庙的神格又不能盖那么大，你怎么能盖那么大？所以呢，为了要盖那么大，他就会觉得说从外面去请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神安在后面，然后认为说啊，我有一个这么大的贵宾在这里，我家里面的小庙太委屈他了，所以盖大一点。啊，我们这小庙很不好意思，刚好利用这个建庙的时候就把它建成11开间。他们也打团体战，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因为庙到后面就是会看谁越盖越高越大就是越旺，以前就是这样。哦，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哦啊，以前那时候大正年间的时候，为什么说大正年间的庙是最蓬勃发展的？因为那个清朝的时候民变结束了，日本人来的时候很多抗日运动，哦也平定的差不多了，那个什么那个腐番也腐的差不多了啊，开始在做什么？这一个武将上面拿一只是什么？注意看，注意看，你们前进来看没关系。旗子啊，旗子啊，是不是旗子？哦，对对对，是旗子。旗子嘛，对不对？好啊，这一个妹妹拿这个什么？祈求，就是祈求，祈求。所以你从龙门进去，你要干嘛？祈求，就是祈求嘛，对不对？好，去祈求啦。啊，祈求什么？你们要求什么？我来给你们看哦。什么都可以求。在最屋檐的最上面，一定会有3个人。对，你们求的不就是福禄寿吗？对，不然你们要求什么？要求平安，要去哪里？远远的看着那个庙上面有3个人，就往那边走就对了，因为那个就是你去的目的了。好，那福禄寿代表什么呢？基本上你的人生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哦，求福其实就是求机会嘛。运气嘛，希望你有好福气嘛，你不要出事情嘛，对不对？哦，能够顺顺利利嘛，就是福嘛。啊，禄呢？禄就是扣扣。其实中国是没有产狮的，你们知道吗？中国是没有狮子。中国没有产狮。那中国的狮子的想象怎么来？那是因为很多番外的那些邦民，然后贡献给皇帝养。啊，皇帝养了之后呢，然后没多久，王爷也有人去给他贡献，所以就是一些达官显贵他们会养孔雀啦，就是会养老虎这样。啊，平民百姓他们没有看过，但是有听过说有一只金门什么最多？风最多，老虎在那边作怪，弄一只狮子压它啦，这样子啦。哦，所以金门的风池的典故是这样来的。可惜我没有抽到，不然我会讲很久。真的被老师叫下去啊！哦，它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真的哦，所以注意哈，待会我们有机会会上楼顶去看那个庙檐，
哦，你要记得这句话哈、老虎不上檐，屋檐的檐。有看到的屋檐上面绝对有龙，绝对有凤，绝对有八仙，怎么通通有，就是不会有老虎。哎，一定不会有老虎，因为就是怕说万一火灾了，你要在上面在那边呼给这样把它烧起来。哦，这也是很可爱的典故，好，好不好？好，那讲到这个，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中间线就叫中轴线。中轴线的话，其实最里面的主神一定是放在这个中轴正对位，然后正对这一个香炉出来，这叫中轴线。中轴线再分龙边跟虎边。好，那这个中轴线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包括它的狮子，它放一定都是斜看中轴线。我们刚刚讲狮子是正煞，对不对？那正煞的话，奇怪，它正煞应该要龙边虎边呢，因为人才会进出啊。那为什么要正中间？中间不就是神在走的吗？为什么要正？不是，因为有些时候那个神很大，那旁边有一些小鬼会跟着要跟进来，但是神的官位官太大，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去理他，你知道吗？啊，就走进去了啊，怕那个一些小鬼会跟着走进去，所以会有2只狮子看中轴线，就是神过了，看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啦，有不好的东西，就是把它赶掉或吃掉。所以你会看到，包括外面的2只石狮跟主要的三尊殿的正殿的门的石狮都是看中轴线，那目的就是要挡煞用。哦，1挡煞，2看顾一下老虎，叫它不要兴风作浪这样。我们像你们看到说镂雕有没有？哦，有没有？这个都有镂雕，这个几乎都没有。好，故事是这样哈。早期刚移民来台湾的时候，台湾是没有什么打石匠石，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龙柱其实都是要跟福建大陆那边的师傅定做。那福建大陆那边的师傅定做运来台湾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水，所以他不敢雕得那么细，因为雕得那么细一撞就断。所以那个时候龙柱大部分都是紧贴的墙壁这样，没有什么镂雕了。那你们如果看到现在镂雕比较多了，就是已经在台湾这边开始在雕的龙才是这样。哦，那你们以后到什么开基天后宫啦，还是那个朝天宫？他们的龙柱，你去看一下，真的就是这样，很古典，而且以前的龙比较像神，那现在的龙就看起来就比较粗大，就比较雄壮。以前的龙真的比较细，比较漂亮。